来吧，藏完阁的这一套大猩猩终于出来了啊！这回跟狮子一样，作为了一个套装发售，盒子还是非常巨大的，说明书全彩的印刷，而且有这么老厚一本啊！这个步骤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它3个形态的切换，2个角色嘛，人物卡里边还会带一个 3M 的胶贴，这个东西也是放在脚底防滑用的。盒子里边的内容物目前看起来有这么多的东西啊，但是其实这里还有一半的零件，我已经装在了这只大脚板上面。这一回啊，它会在里边带非常多的加强部件，来增加这只大脚板的一些强度。好，因为在原来的结构上，这个狼爪子是翻在这里的，把左右的2个插扣打开，这里锁定的是狼的2条后腿，让这一块更加稳固。原先只是这2个大的 T 型滑扣，这回增强了，上方又来了一个双重锁。我们把这个东西再扣下来。前方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造型的零件吧，但其实这个也是起到一定的加强作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升级一下了，上下2个插在一起，然后拿出其中的一个来，滑槽给它滑进去，这里打开一点点，稍微翘起一点点边。上方这里有一个弹簧的透明零件，这可以自己的压合进去。好，把这个地方都锁住，然后上方这里的卡扣结合，掐紧它，对的严丝合缝啊！藏完阁的这个做工真的厉害，这2边再往里推，尤其极意合创代工出来的这个品质，真的不错。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大锤子，握的时候也可以跟这样插，哇，效果不错啊！这个位置应该是最后组合成蚩尤大剑的那个剑柄的位置了，还是个起钉子的锤子。另外得出来的这个零件呢，可以搭载到大枪的旁边，给大枪增加一个美型。这个东西是在最后合体成腿部的时候啊，延展开，它在腿肚子上边做了一个增强，但是也没有多余，它也有其他的玩法和用途。我们一会儿再来说。非常的重，我的天哪！而且这个尺寸相当的唬人啊，跟这样抱在怀里感受一下，一定会非常夸张，而且很好看啊。裙甲这个地方可以撩开，屁股后边这里甚至用2只胳膊做出来一个屁股蛋的圆滚滚的造型。我有点不敢想象的组合以后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展现了，但现在啊，光这么一个胯拿在手里都相当的有分量。其实这一回的这个大猩猩身上合金零件并不多，就是板件厚，零件大，得劲儿。然后咱们先把它变个形吧。首先把这个裙甲撩起来，我也就不按说明书的顺序来变了，咱们直接把它变回去就可以了。左右这个裙甲先收起来啊，根部这里有一个双段的关节，往里搓一下，贴一下。这个东西先不用收，一会儿再说。但是先腾开位置吧，别挡到。下边的这一块解锁打开，2个裙甲撩起来，然后我们先把腿部变出来吧。这个腿部变形相当有意思啊。首先拆开这个地方的卡扣，注意它很多维度的锁定啊，做的挺紧的。腾开这个空间，让这个倒角好过来，让下来。另外的一边也是，哎呀，卡得很紧。拆开，倒腾下来，这个可以扣回去了。接着这个地方有一个造型零件，旋转180，贴下来卡住。另一头提起来卡扣，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锁定啊，拆开，卡下来，锁得好紧。好，把这一块双关节直接提起来，翻折开，然后左右打开这个地方的盖子的卡扣。先把这里双关节的拉出来，拉出来以后，主要是为了腾开空间，把合体的这个部件
膝盖的组合关节给它扣进去。这个东西已经下来了啊，反正一会儿是要摘掉的，一会儿再说。然后往里推，接着再把这个双段关节回位，归回去。归回去以后，跟这个地方锁定，扣住。好的。然后脚踝这个地方，我们刚才变过来的这2片装甲，转回来，卡扣贴上，卡扣贴上。这个地方要转成一个斜着大概45度的角度，变成胯部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归，脚尖儿、脚趾头打下来，好，折回来，然后跟这个地方结合，卡住，这个脚后跟就贴上来吧，变成了大猩猩的一个脚丫子状态。这一块零件我们打开放下来，腾开空间。好，一侧的腿我们先变成这个样子啊，另一侧也是，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2条腿我们小腿的部位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接着来变一步很有趣的，它的这个胯部变形。首先在这里有一圈锁定边缘，打开腾开空间，然后里边还有一层，把这2层都打开，左右。好的，我们把这个地方都腾开上下2片位置，接着把裙甲前后这里锁定的地方打开，左右往外滑。注意它这里边有一个弹簧的锁钩啊，你压这块的时候，边缘的这个地方会跟着联动，压一下让这块耷拉下来。好，我们把胯部左右就打开了一个空当。接着这里会出现一个滑槽，当你把这个东西顶满以后，中间卡着的这个锁点它就缩进去了，再往下滑动腿部的时候就不会阻碍到了。滑下来，整个的往下腾一滑，对比一下，归位，另一边别阻碍，顶满啊，顶满，滑道对准，哎，这个胯部就下来了，等于下来接了它一下，把这个胯拆开以后接住这2条腿，再进行一个合并，再锁上前后的2个装甲，这胯部就接过来了，就等于从这儿往下滑落了一下。哇，这个设计很大胆也很有趣啊。我们把上方这里有一个零件双折叠拉下来，填住这个刚才我们拉出去的滑槽，把这里填好，然后这一片回归，这一片回归，这个地方完全的盖起来，另一边卡锁住这钩，这一片，好，腰把它钉起来，哎，从大腿根部拧180度，这个地方还是有齿轮关节的平转，然后回，齿轮关节往下撇，这个地方的结构很有趣，它这里会出现4个豆豆，你现在转动它呢是不会听到任何的齿轮关节的，但是在合体的形态下，我们把这个东西锁上去以后，锁住了它，这地方就上劲儿了啊！听，这样就有齿轮了。当你把它拿下来，哎，就又没有齿轮了。这个关节做得很棒呀，这就避免了在单体玩的时候胯部过于的紧，在合体的时候呢，胯部又没有支撑力度，撑不住身体的重量，所以这个结构设计的相当的不错。你玩单体的时候，胯部就是一个轴，插上那个零件以后，合体的时候就有齿牙了，上劲儿了，非常带感，很喜欢这个。包括它这里的关节都是合金的，质感非常的强。这个时候这2片装甲旋转一下，变一变，把它贴到什么程度呢？
放到这个肋部的两侧，填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撬开。根据这地方里边有一个开口的球碗，把这口朝向做过去，顺着开口球碗折进去。好，贴成这个样子。我们直接把胸甲打开吧，翻出来大猩猩的脑袋，旋转180度，这个跟上半身连接的齿轮关节折进去。盖回来，从这里拆开一个滑道，往后拉这个滑道，拉下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 C 型的锁扣，从这里滑出了。我们把这个东西转进去。另外的一侧也是推这个滑道，推出这个卡扣，把这个边缘转进去。肩胛我们撩起来，把这两个尖儿折起来。猩猩形态不用啊。好。然后打到这一步，我们再打开这个胸甲。打开这个胸甲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锁这两个卡扣。解锁开卡扣以后，要把这个滑道拉出来，拉长。拉长以后，再根据这两个卡扣结合，插满它。肩膀的位置腾过来，另一边也是拉开。好了，盖上吧。肩膀面好以后，两条胳膊转过来，扭一下，扭到正确的角度上。注意一下这个花纹的位置，转到前面来。然后这里还是注意的，在猩猩形态下，这个胳膊是耷拉肩的。在人形是提起来的。这个时候我们打开这个地方的泡，然后这里的双关节往起拉一拉，腾开，打开这个地方的大猩猩的手掌。这个盖子稍微的翘一点角度，因为这里有一个钩子，把这个钩子锁进去，夹住，拳头转好。大指头转过来，然后这个盖子就可以盖回去了。两个肩膀往下耷拉，这个地方有一个双关节，往起提一下，肩膀跟这里锁上，这里有个插扣啊，把它插上，插上，啊，张开嘴。整体来说的一个变身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是有一些地方做的还是非常巧妙的。尤其我非常喜欢那个从合体形态来回转变时候那个胯部的上下活动伸缩，以及胯部的那个齿轮关节，你在锁定和非锁定两种状态下它是不一样的。红色的透明件融入，眼睛小小的斜斜的，嘴巴可以闭上打开，里边还有机械牙齿的刻画，金属漆涂得非常漂亮。藏完格的工艺啊，真的没得说，太牛逼了。而且你变完了以后，你从侧面看，大猩猩应该有的那个体型曲线甚至做的都很好，弓起来这个高高的后背啊，然后撅起来的大屁股蛋儿，下边的一些脚趾头刻画，脚趾头这里还有一个单独活动的拇指以及可动的四指，是不是有点像 GT 出的那个猩猩啊？相当的不错啊，身上都是齿轮关节，玩起来非常的放心，得劲儿。然后我们直接再把它变成个人形吧，猩猩嘴巴合起来，这个脚尖儿折下来，这是人形的一个脚，然后大猩猩的脚趾头给它缩回去，这个上抬变成脚后跟，这一只脚先给它这么做出来，然后拉开这个盖板，双关节往下错，变成膝盖甲的位置，提起这个齿轮关节，然后打开这个盖子，小短腿双关节给它拉伸，变成大长腿，把
这里的上下2个双关节的齿轮啊，里边的合金叮铃当啷的，真的爽。把这里盖上，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没有锁定，哎，别急，把这个东西折起来，卡扣在这儿，插上，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裙夹，把腰部拧个180度放过来，这面是人形的一个前裙夹，腿拧个180度。先把肩膀这个地方的双关节下方锁扣这里拉开，抬起来，转到这一侧来，打开胸甲，猩猩脑袋旋转180度，藏到这个兜兜里。合体的关节应该藏在那一面，这一面有点半猩猩头。这一侧的胸甲再打开，翻出人形的头部，拧个180度。这关节藏这儿，然后现在先不要合盖，后边这里扣上，把这个地方再揪开，揪开它，往里滑，然后把这一节缩回去，让这个肩膀往前挪一挪，这回就保证了这个肩膀和人的腿部保证了在同一个重心上，然后旋转根部，拧180度。齿轮关节来回调一调，把这个肩膀像这样抬起来，这个肩胛的位置也错位了，我们根据这个滑道往这边滑，然后又一个 Z 字折叠，刚好卡扣又对上了，插入，肩膀锁起来，这边也是推前方，双折叠，掐住，肩胛立起来，把这里边的2个尖儿翻出来，然后盖。我们把这个盖板打开，哎，这边的盖板再打开，解锁开这个钩子。我们把拳头稍微拧一下，180度折叠，翻到这里边，同时啊，往里顶一下，把这个人形的小拳头再顶出来，2个手换一下位置，盖上。依旧不是很复杂，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但是在一些细节地方做的确实也是够巧妙的。然后嘛，武器方面就可以拿起这把大锤子插在手上了，或者这把大枪。当然了，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还没有用到的这2个配件，我们利用到这个卡扣，结合这里，插上。拳头扭正，然后整体的包过来，这里边又有一个卡槽，定位，插合上去，哇，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拳套，相当的可以啊。反正比起来什么大枪啦、大锤子，我会更喜欢这2个拳套，戴上以后感觉太棒了。曾经啊，我还吐槽那些大裤衩、大泳衣的合体金刚，这些配件呐，合体的东西，你起码你变个什么，对吧？虽然是合体金刚，但是你别弄那些没有用的配件，或者说只服务于一个形态的配件，我们找不到乐趣。这一回曹芒格厉害了，他的大裤衩不仅做成了一个3变的战士，变猩猩、变裤衩、变人形，他身上所有的加长部件还能用来拼插各种其他的东西，就算是为了增加合体以后的稳定度，增加它关节强度的一些零件，他都想着法儿的给你用起来。这个想法真的太有意思了。这是没插稳定关节以前的，这个松紧度倒是也合适啊，撑这个单体没问题。但是插上了以后变成了齿轮关节，哎呀，这一齿我太喜欢这个结构了。一个小零件的插入，让轴动关节变成了齿轮关节，在单体和合体2个形态之下，考虑到了非常多的物理特性。在考虑到物理特性的同时，增加了非常多的类似于配件包一样的零部件，来增强它的一些支撑的力度。但同时
这些配件包的增强部件还能和这些单体角色也好了，其他东西也好进行一个互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以说设计师为了考虑这些零件的时候，应该也是煞费苦心了吧，足以见得这一套蚩尤的一个诚意所在。给我感觉藏王阁不论从美型也好了，做工了也好了，涂装的细节，甚至于结构的处理，单体的变形其实并不难，结构很分明，但巧就是巧在了在一些小心思上边的利用，以及对于每一个零件都是下了心思去考量的。曾经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这个脑袋好像不这样啊，这个脑袋是更像是猩猩队长的样子，而这一回呢稍微修改了一下，它是24公分，这一款差不多在24.5左右了都。但确实戴上这两个拳头以后非常的虎气，很喜欢这个造型，我非常喜欢这猩猩身上的3个点。第一个，合体的配件包竟然可以组合成猩猩的大拳头作为一个武器使用，这是让我没想到的。第二个点，胯部上下的拉动来实现来回的锁定，自动的解锁，这个感觉在合体金刚上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结构，很新鲜。第三个，通过一个胯部的锁扣装甲来实现齿轮关节和轴动关节的切换，这一点非常的创新。就凭这3个点，这个猩猩也是这一套蚩尤里边这么多的成员里边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款了，厉害厉害厉害，没得吹了，就俩字，神作，好东西，强烈推荐。